台北市的景观纳入我的浴室。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会反光吗？还是它会被透明被看穿？哦，我其实好奇。玻璃难免的，所以还是要遮挡一下。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之境的 Bottle of Taste， 我是以棒。今天开心带大家来开箱这个大安区的信义首泰，也是首泰建设的精品豪宅。要看这么顶级的豪宅，我们当然就要请这个风度翩翩、最帅的子阳副理来带我们逛一下信义首泰有什么新的设计。大家好，很开心哈，对，很开心能够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知道首泰向来都是以做豪宅为主，那这一次不管是在2代宅或者是3代宅，有一些什么新的空间概念跟新的设计格局呢？其实这一次公司在规划整体住宅的时候，其实把您刚刚说的，包含说2代宅、3代宅的概念融入在里面。那接下来呢，也把所谓，因为我们刚经过了蛮长时段的一段时间的疫情，对，其实也把所谓的后疫情时代跟我们的防疫、跟个人卫生，其实贯彻在这一次的所谓的规划设计里面。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设计一个所谓 powder room 的一个部分等于一进玄关就会有一个客位，等于说不管说是家人或是有人来访，在这边简单洗个手，甚至可以在这边淋个浴。一进门的对面，我们这边有一整排的一个鞋柜。那不管说是要做所谓的鞋柜设置，或是一个简单的挂衣区，这一个空间都可以满足所谓现在男主人、女主人的挂衣跟放鞋子的需求。基本上是满足女主人啦，男主人应该没有这么多鞋。有啊，男主人也会有1、2件大衣嘛，对不对？但是玄关也挺大的。可是当你进来我们一个到客餐厅部分的时候，对，你会觉得这个整体的尺度，又完全的被放大。本身基地是一个南北向的基地，那我们运用规划设计，把这个房子规划成东南西北4向都有的景观。一棒，你可以先过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哇，对，这个位置刚好是我们地标，这边刚好是我们的东向，因为我们向东，所以101整个信义计划区有台北市最繁华的区块。刚好在我们的这个，在家就可以看烟火，所以刚好呢，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吧台，我们也做了一个酒柜，男女主人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可以收雪茄，对，有人来的时候，或是家人喝红酒、抽雪茄，等于家它就是你的另外一个休闲的空间，对，然后因为我们在规划设计上我们特地把整个的客餐厅的部分。所有的开窗面尽量把它开到最大，其实它整体的开窗面几乎是开满了落地窗，是，尤其是现在角窗的部分，更是在一般住宅里面特别少见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家里面一定会有一些老人家面临一些人口老化的部分，我们特别在阳台的设计上。让它跟住家的地面是做一个平整式的一个规划，我们是没有做门槛的。很多房子会不是那么方正，会浪费很多空间。对，因为这次房子在规划的时候，我们特地去减少所谓的坪效浪费。对，所以我尽量去避免所谓走道的浪费。然后呢，又加上我们这次在整体规划的时候，是把整个公司空间做一个完整的区隔。公司空间。对，那我们所谓的公空间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厅、餐厅，对，然后甚至比如说我们的西厨，我们在厨房的运用上把它规划成现在非常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中厨跟西厨的一个分隔，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每个人的饮食习惯慢慢在改变，对，是我一整个西厨的一个中岛，就是不用明火的地方，对，不用明火去减少一些油烟的产生。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也在运用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创造成一个男主人的酒窖。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放红酒的一个酒柜区，那大概可以存放300到400瓶的一个红酒。那因为刚好我这个房子因为它的尺度够，所以我们运用电梯后面的室内空间。来跟西式厨房做一个整体的结合的一个概念。那这个空间是我们西厨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在这个中岛上呢，包含我们的 IH 炉跟我们的水区，其实在配置上都是一次到位。我们包含生食、熟食都会把它做一个所谓的分开存放。对。那所以呢，我们这是在西式厨房，我们也做了另外一个冰箱，做内砍式的一个冰箱。应该是我把生食类跟熟食类来做一个区分。
对，那经过我往后场继续走的时候呢，这边是我一个备餐区的一个部分啊，一样整体的橱柜的设计，之后就会进到我们所谓的中厨的一个部分，一样一个熟食的冰箱，包含蒸炉，包含烤箱，等于是一个中式的厨房完整的在里面。好深哦，它等于是西式跟中式厨房完整的做一个结合。哎，一棒，刚好这个空间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隐藏空间哦，还有一个秘密通道哦。对，来，我把它打开让你看一下。哇，这个空间呢，因为它刚好在我们的电梯的后方，所以呢，我在这边做了一个多功能室。不管说是以后要做阿姨房的一个设计，还是要做一个所谓的储藏室，在这个空间里面都可以满足。那如果以后你是做阿姨房，阿姨可以直接由这个动线来直接做进出，就不用跟那个对主人动线结合在一起。那再来呢，如果说这都对你们家的空间都不需要，直接可以把刚刚介绍的酒窖的空间一路延伸到这个里面来做一个整体式的规划。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私空间，也就是我们的房间区。这一间呢，我们在尺度上，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次主卧的一个部分。进来有一个采光阳台的部分，一样人都可以出去，做看外面的景观。那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有一间卫生设备，一样是具有一个采光空间的一个设备。对，我很喜欢厕所有那个窗户，对，因为其实感觉起来厕所有窗户第一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异味产生，是，那再来增加它的通风采光性。你看，刚刚我们看过了我们的卧室，那这一间呢，我们是把它定义成小孩房。当然，因为每一间房间的尺度都够，所以我们没有很明确的定位说哪一间是哪一间，只要是你喜欢，都可以把它定位成所谓的孝心房，对，或者所谓的次主卧室，那一样有一个采光的窗户，那进来的部分到后面，一样有一个卫生设备，它也是有一个卫浴，它是每一个房间其实它都是对，因为我刚刚有说了，我们这一次130坪，我们规划成了3间的套房，让每一间其实都像在住饭店，然后跟主人式的一个感受。一棒，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我们就是所谓我们主卧室的一个空间。哇！你一进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往北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好喜欢这种大面积的落地窗。其实这次在主人房的感觉，跟在客厅是一样的。整体的一个采光性、一个空间、一个视野，跟客厅的感觉是一样的。也运用整体的空间，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 working class 的一个部分，男主人、女主人的更衣室跟主卧室一样，整体的一个落地窗。这个很像那个韩国首尔那个Grand Hyatt， 它也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规划就是希望说把饭店式的生活带到我们家里面来。第一个，我的整体的落地浴缸搭配我一个落地窗，我把台北市的景观纳入我的浴室。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会反光吗？还是它会被透明被看穿？我好奇。玻璃难免的，所以还是要遮挡一下。只不过在家嘛，都已经这么高的楼层了，已经最高了，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可以遮蔽到我。基本上已经没有所谓的建物了。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卫生设备往最里面放，让你一进来的时候会觉得，怎么好像只有淋浴设备的感觉？对，听说你们的公共空间有请陈瑞宪老师。是，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整个公社空间里面特别。老板特别找了陈瑞宪陈老师来做一个整体式的设计，不管说是我们的公社，连我们的梯厅，每一层的电梯出来的梯厅也都是陈老师特别来帮我们做规划。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是我们2楼的一个公社空间。OK， 它很多的木头，给我感觉非常的温暖。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陈老师他设计的一个特色，他在每一个空间用不同的材质跟材料去拼凑出。刚刚是比较金属的对，比较冷链的感觉。对，在这边就是感觉，你好像换了一个地方。对，它整个的温度又不一样，包含说我们墙壁上的灯具也是陈老师特别去定做的。那包含我们后面做一个层叠式的花园的一个景深。对，等于进来，你进到公社区，你就开始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感觉。有。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走到这个空间呢，是我们社区陈老师帮我们设计，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空间，我们的泳池区。其实进来这个空间，你会感觉它好像是用一个岩石把它雕出来的感觉。从这边的开始的食材配置，就跟外面又感觉不一样，有进入了山顶洞人区的感觉。他特别选了一个叫岩石类、颜色的一个食材，我们做了一个水平的排列。左手边这边是我们的烤箱，右手边是我们的 Jacuzzi。经过了我们廊道的部分，进到我们主泳池区。哇！对，这个泳池呢，它最大的特色是第一，
它挑高，它好挑高哦，它几层挑高啊？将近7米的一个高度。哇对，OK，，所以一般你有没有觉得进来这个地方，你好像觉得没有闻到什么水味？我没有闻到什么因为游泳池的其实那种绿味。我们不管说去住多高级的饭店，或对者去哪里，只要经过那个地方，我就说这个地方是游泳池，是，或是它的 SPA 区、它的水区。对。可是我这地方没有，为什么？因为第一，我的空间够高。那接下来我们所使用的系统，包含我的通风，其实它里面是没有水味的。那这个是我们的温水游泳池。温水游泳池，我这边宽度整体的长度是25米，标准池的一个长度。25米哦。对，然后宽度有7米，深度有1.2米的一个深度，标准泳池的一个设计。然后呢，你再看一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这个窗户是有高有低的一个？对啊，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当初陈老师设计的一个概念。我用高窗引进外面的阳光，低窗引进我们信义路上路树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等于从早到晚会有不一样的光影变化。这真的是只有建筑师才会想到的。对，他们跟室内设计的思维就是不一样。对。那包含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我们做的一些设计，你可能会很纳闷，怎么会在泳池区做这种木头？对，我想说什么潮湿的问题？这不是会很潮湿吗？对。可是呢，我告诉你，这个呢东西是我们特别选的一种建材，它整体的表面，它虽然是木头，可它表面做了一个完全的防水层。这也是陈老师特地去找的一个建材。好特别对，它就是为了要呼应这整个的设计规划。从我像岩洞的规划，我有石头有木，做一个整体性的呼应。哇，今天很开心可以跟我们的子扬副理看了我们这个在大安区室内这么繁华的地方，还有一个这么幽静、挑高7米的公共泳池。那如果你也很喜欢我们之前的作品，麻烦你给我们一些鼓励，帮我们按赞，并且分享给你很多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订阅品味之境。我们下次见喽，拜拜。